我觉得吧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信任。信任是种前提，不能你做出一些让我怀疑的事情，就让我去100%的信任你。他天整这些个事儿，我觉得没办法说他了。但是无风不起浪，你做出这些事之后，让我怎么去100%信任你？他总怀疑我做这些做那些，他有没有扪心自问，他也有问题啊。让我去100%信任他，这我做不到。老说他受伤害了，他有阴影了，他对我工作中还有家庭朋友所带来的这些影响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。虽然我现在挺想和他在一起的，但是他做这种事情让我很纠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觉得这种行为太幼稚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那还不如就这样就算了。编导连续给了2个问号：爱情是什么？信任是什么？信任和爱情的关系又是什么？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杜，26岁，来自甘肃，是一名医院的科员；女主人公小徐，27岁，同样来自甘肃，是一名护士。来，有请2位。还是大家熟悉的那口密码箱，密码箱当中放着的还是2个人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。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公开吗？我愿意。愿意。是一个医院的吗？是一个单位的。那就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可以这么说，而且我们高中同学虽然大学没有联系，但是就是在我工作了有2年的时候，他就是突然来到了我的单位。高中其实对他有点好感，顺势的就去展开猛烈的攻势，然后就把他追到手。但是追到手之后吧，就感觉他这个人还是有点问题。比如说我给他送礼物，礼物嘛都是很惊喜的东西啊，但是没想到每次都是惊吓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把礼物拿给他一出来，他就捂嘴哭，能哭一晚上。我觉得他可能是瞒了我点什么事儿，我就去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就是也给我交代了，说是他有一个前男友，在大学的时候谈的，谈了3年，他们俩分开其实不是感情问题啊，是因为那个前男友的父母不同意。然后他就伤心的回来了。你是跟他交往的时候，实际心里还有那个男生是吧？没有了，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嘛，可能是心里面总是还有难过的地方，但是我答应跟他在一起，那我就是决心放下之前的这些不快乐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放下，因为就中间还是发生了一件事。这都是你以为？交往大概半年多的时候，他因为当时离开那个地方比较仓促，是浙江嘛，然后他就是要回去办一些手续。因为毕竟男女朋友嘛，我就是意思是陪他一起去，结果单位太忙了，就没有陪他去。你当时去就是为了监视我啊？对，是我可能是在监视你，但是我也担心你的安全啊。而且毕竟你有一个前男友，毕竟你的前男友没有断，毕竟你和你前男友感觉藕断丝连的，确实不放心。我有藕断丝连吗？那些都是你以为的事情，都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。你说你是去见了没有？是好几个同学一起，又没有单独去见他。你们俩刚才说交往小2年了，对吧？对啊。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你们俩不是也非常平顺的在交往吗？对不对？后面他是给我了保证啊，说是再也不会和前男友联系了。那你今天还扯这事儿干嘛？但后面发生点误会啊，虽然是我是大部分过错，其实我觉得他也有责任。今年过完年之后，我们父母也见了面，房子现在也开始装修，公事已经提上日程了。那不挺好吗？就是挺好啊，但是3月单位又组织他们上海学习，我就觉得其实这挺好吧。但是这想了一想，上海和离浙江好近呐，高铁就20来分钟啊，这后边又见前男友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？你就老以你这种知心多我知父，然后我就说，因为我去学习了就要去干嘛了是吧？对，是前途上的事我是支持你，但是那地儿不对，你前面还有事儿对吧？你前面的事我们还没过去对吧？还没过去，你这心够宽的。他就老跟一小孩一样，就纠结这个纠结那个，好像然后呢？不给他那个糖，我就把他劝住了，我就说学习嘛，我们下回再有，而且这快结婚了嘛，就房子也快装，你就别去了。然后他又告诉我，他那边有一个大学同学，关系相当好，要结婚了。我说那行去，他这人对数字方面相当不敏感，可以说近乎白痴，就是给他2张银行卡，就3个月改了4次密码都是因为他忘密码。怎么了？然后我就去把他 QQ 密码试出来了，因为他密码确实太简单了。你简直无耻之极，还盗我 QQ。
然后呢？前面几天 QQ 信息都挺正常啊，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深更半夜的前男友弹出条消息，说是你怎么来浙江了？怎么没有联系我？说明他们俩之间没联系嘛，至少你女朋友没有联系她的但是前男友。这就是他前男友联系他，说不定他就偷偷的发短信、发微信。我没有为这我就不知道人家了。发了还不行，你管的也太宽了两位吧？年轻人苏老，师等一下听不下去了，我听明白了，不是听不下去了。你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哈，前男友，你说的，对，你才是前男友，你瞎说什么呀你？你高中时就是认识了，在我高中那个人高中的时候还不认识，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高中没有追，所以你不能把这词儿乱用啊！高中的时候你是他前男友，仔细回想想，不要随便贬低了自己。他要心这么宽，他还这样吗？孙老师，不是，他就改变了，思维一改变就改变了。对啊，来接着说。前面都挺好，他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。一下班我说走，一起去装房子看看去，看个电影去。他说算了吧，我今天有事儿。我就问他什么事儿，他就说啊，你先不告诉你，到时候再说。这肯定让人感觉就不太放心了你。怎么不说你又犯病了？这是犯病吗？我就想知道他去干嘛了，你去看看他不就得了吗？所以我就跟踪他了啊，你是跟踪啊？啊，因为他不让我去看，啊他就说让我别管。啊！他到时候经过你的跟会告诉我踪侦查，你发现什么了？我就发现吧，她经常和她一个特好的闺蜜碰头，然后他们俩还去药店，药店我就不太放心了，我就跟到药店去问了一下售货员到底卖什么，售货员但也不跟我说，但是吧，跟久了事就出来了，你跟了多久啊？跟了半个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她吧和她闺蜜一起去了一家医院，是个做人流的专业，她一进了医院，当时我就觉得天塌了，我当时就一根烟接一根烟在抽的，在门口等她，我就你肯定不是说好的戒烟的吗？是问戒烟，但发生这事，又找到理由和借口了是吧说？实话，当时我整个人都不对了，整个世界都黑白了，你不就又知道吗？怀疑我怎么样了吗？然后他出来之后吧，我爱当时确实直接就冲昏头了。啊，就上去就把他包夺过来，摔到地上踩两脚。他吧也是个急脾气，也不跟我解释，他就扇我两个扁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每天喝醉酒呗，这肯定借酒消愁愁更愁吧。结果就愁真的更愁了。啊，你的都是自找的。他干嘛了？他当时就把我和我闺蜜堵医院门口了，破口大骂，啊，张嘴就是什么我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当着那么多人面就是嚷嚷着。你大男人，你像样吗？那样子。当时确实我也没办法，其实想到你要给我戴绿帽子了，你怀了别人的孩子了，哎呦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现在才把实话说出来了，你接着说。根本就不问事情青红皂白，你就这个样子。哎，我发现这姑娘嘴也厉害。本来他做这些事就人神共愤呗。你问他后来还做什么缺德事儿了？做什么了？他跑我科室去大闹，然后就给大家都说，我喝哎呦，恨不得醉了嘛，全天下的人都知喝醉了早上酒道。还没醒嘛。啊，你接什着么什么我跟别人男人鬼混了，然后给他戴绿帽子了。是这件事是他现在我错全了世界都是绿色了。我知道后面你哪儿错了？我因为后面闹得太凶，她闺蜜就跑上来跟我说，啊这是她陪她闺蜜打孩子去了，啊，然后她也不跟我说清楚，她要跟我说清楚，这没这事儿了，对吧？要有些事情能那么方便的说出来就说了。可是那我是你我没有告诉你，我跟是你男讲了，朋友啊我都合快适的机会我会跟你我都说快和的。你结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对你掏心掏肺、坦诚相待，我也我希望觉得你做能坦事特别诚相待没原。则。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？姑娘，我问一句啊，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也没考虑后果吗？我考虑过，正因为我考虑过这么多，所以我才想着先不要告诉他。他特别冲动，不是，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冲动的人，他又管不住自己，他又是这么他就跟小孩一样这么一个多疑的，非得那你为什么不哄着他告诉他呢？有误会不可怕，我不理解的是，你明明知道他是小心眼，他多疑，他有脾气，为什么你反复的给他制造让他误会你的机会，然后去吵架？所以我要问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：你真的爱对面这个男人吗？爱是肯定爱的，但那是曾经。从什么时候就不爱了？从他做这些事儿一次一次又一次之后，是特想挽回吗？确实，因为毕竟高中时候也喜欢嘛。好了，我相信我们的4位老师已经看到了这里面的很多问题，他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孩子，我问题核心在于你，也在于你，都有责任。你疑心太重了，你爱他了，这就可以了，又生活到一起来了。
还要去想别的干嘛呀？你越想，实际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，这个障碍越陷越深。男人大度一点，把这杂念排除。爱是一个豁达的、忍让的、但我忍耐的。希望他以后能，你不要希望他从你做起，他也一样，从你做起，姑娘。每个人好是一女一男才为好，女子嘛，男人在后啊，拖着她嘛，所以称为好嘛。他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问题，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问题呢？可是他太过分了，他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，好吧？所以你这个太过分要好好解决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我告诉你们，孩子，没有人告诉过你们婚姻怎么样走。我也是因为上面没人告诉我，我才走了弯路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真的要从自己做起，认认真真去完成自己的生活，好好对待自己的爱人，珍惜他，好吧？姑娘哈，学会原谅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这样一个人，虽然他天天跟踪你或者怎么样，真的爱你。他老是拿这种爱我当做一种理由和借口去禁锢我，就像是他跟踪到医院去这件事情，本来是就我闺蜜她不想让这件事情让别人知道，毕竟这种太意外了，到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，让我的闺蜜特别影响她的生活，我特别自责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你今天为了闺蜜，你要是放弃这样一个爱你的男人，我觉得将来你会恨你这个闺蜜的。你发现她幸福了以后，你怎么办？如果因着她这一半永远不能原谅你，你也很孤单，他那个朋友也很孤单，最后我相信是两个人两个悲剧。如果他能够悔改，你给他一个机会，再相信他一次，好吧？谢老师。我觉得他们俩之间的问题绝不是小事。这位男生跟踪、监视，甚至于还使用暴力，对吧？你把他的包夺过来，踩在脚下。但是可怕的背后是什么？是可悲。你们在一起这么长，从你自己出发，你根本就没有自信说你比他前任好。女孩，刚才主持人在问你说你爱不爱他，你说在他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之后，你不爱他。你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爱他。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，他很担心你，很在乎你，但是你去那么多趟你所谓前男友所在的地区，你为什么不跟他沟通？因为我知道他会担心，他潜在的认为我们可能会有联系，所以我不能让他一开始就有这种不安定的情绪在里面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他。我后来去上海进修的时候，参加同学的婚礼，是确实没有跟前男友联系的。我们扪心自问，你心目中的男朋友是什么样？是他这样的吗？他倒是很符合我的标准。他很符合。如果你真正的去爱他，你要提前跟他沟通。如果你真爱他，类似于你闺蜜的事情就不应该再发生。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他符合你所有的那些条件，但真不是你真心内心而发爱的那个人，那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否则你结婚之后一定会后悔的。结婚之后再发现他不是你真正爱的人，那会儿你们就面临的对你的伤害是更大。所以我希望姑娘你能考虑清楚。男生很喜欢联想，就应了我所说的那句话，你以为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吗？他的联想是因为爱，所以他会揣测你会做出怎样不利于他的事情。你也善于联想，你的这种联想也在于不信任。不信任你的男友能够包容你所做的一切，能够释怀你所做的一切，但你不是因为爱，是因为防。我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男生不信任，而女生呢不交心。你们之所以能够现在还在一起相处着，是因为虽然女生每次都声色利刃，而男生却每次都以嬉皮笑脸来还击。貌似每次问题都解决过去了，其实没有解决过去，都是以男生最后的和颜悦色而把这个问题依然埋藏在彼此心中。有彻底的解决过不信任的问题吗？没有。如果第一次你去浙江的这样一个问题，最后你们释怀了，产生了基础的彼此信任了，就不会再有闺蜜所谓的问题。男生会说，如果你跟我交心，我能不信任你吗？
女生会说，你要是信任我，我能不把心交给你吗？那就成了一个鸡生蛋，蛋生鸡的问题，永远也说不清楚。而这一直是一个相互依存的问题。男生要想啊，你的女朋友是个有前情过往的人，她难以从以前的故事当中拔出来，这是每个人的人之常情。你既然找了这么一个女友，你就必须得信任她，否则的话，你就去找一个初恋了。想要从一个女生心目当中把另外一个男生取而代之，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。你可曾知道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触及到了每一项事物，都有可能想到以前的往事。人可以不看，可以不听，却不可以不联想。就像你一样，你可以做到不联想吗？你可以做到，他就可以做到。你既然摊上这么个女友，你就必须以其他男人10倍的包容来信任。而我为什么说女生不交心？就像曲总所说的，我也认为在你心目当中，你大概是不信任男方的。你总是觉得他不能够包容你所做的一切，但是甚至你连尝试都没有尝试过。你哪怕是尝试一次，你跟说亲爱的，千万不要怀疑，我这次去浙江怎样怎样，我不是去见他，我确确实实我要怎样怎样。你哪怕是跟他交一次心呢，你没有，你过多的把他徘徊在了信任之外。我们说相爱容易相处难，相处容易相信难，相信容易相谅难。如果你们一个不能信任，一个不能交心，这些问题种种不能解决，那么将来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触发你们内心的原罪，那个时候你也痛，他也痛。所以说你们真的要扪心自问，你能交心吗？你能信任吗？若是可以，便今天走下去；若是不行，便好自为之。就这样。真的曾经那么爱过？你跟你前男友之间曾经面对过的一些问题，如果他这么在意你，你为什么不能跟他稍微的透露一些呢？你告诉他的是，我们很相爱，因为他的父母反对，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。我要是一个男人，我就会想，哦，那要是你们的父母不反对了，你们不就在一起了吗？所以就是一个互动关系。真想在一起就坦诚，真的不想在一起就别耽误。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你们自己的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亲爱的，每次吵架呢，我都会在半天之内就会去找你去道歉，不管是谁的错，可能是我的错多一点。我希望呢，这次你也能原谅我，我以后会尽量去改正掉我这些毛病，而且我会去用10倍的包容来包容你的这些毛病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原谅我，然后嫁给我。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回去把前男友的 QQ 拉黑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闺蜜。我还是觉得我好像伤害她了。至于我们结婚了之后会怎么样，其实我幻想过很多个场景。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时间特短？多后悔过去那段时光没有尽心的交流一下。我还坚持我自己那观点，供你参考啊。你闺蜜的今天是她自己的人生，给她身体和情感带来伤害的，她不算是元凶，元凶是她自己和她的男朋友。来，请交换箱子。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啊！其实碰到了挫折没什么哈，大家学会沟通，大概很多问题能迎刃而解。想为男生说一句话，如果说信任只有一次的话，男生是给了女生一次信任，而女生一次都没有给男生信任。我会觉得他的问题比较大一些。对，他一次都没有信任男生。对，来吧，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稍后继续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。
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你，有悲有喜，有你平淡有哎，我看看这个箱子，你看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为什么老怀疑人？哦，男生这个感动了女生了。我已经为你戒烟36天。啊，对他平时都特别讨厌我抽烟，然后这段他时间不留的2个月，我再烦也没有抽过一盒烟。我只是希望能就是通过这个行为来挽回他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戒烟是让他最痛苦的事情。嗨，他最痛苦的事情是你去浙江出差啊。是吗，兄弟？就是戒烟和他去浙江出差这件事儿，哪件事儿更让你痛苦呢？浙江出差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孙老师，我怎么就那么佩服你呢？现在，你还记得你说了一句话吗？你跟这男生说，要说前男友，你是前男友。我给大家读一下女生的这段话。其实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就喜欢过你，你是我的初恋。可没想到跟你在一起后，你那么的不信任我。哎呀，孙老师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。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套装。当你把这个套装礼盒送给你的心爱的他的时候，希望你在心里默念：爱要有你才完美。同时要感谢智生活想人生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。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。来，各位，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神圣而浪漫的时刻。亲爱的，这是我第2次求婚，这次我要再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，希望你嫁给我。今天十分的感谢4位老师，让我把他挽回来。我以后尽量能做到十分的包容他，信任他。对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，我来自杭州，欢迎你们来杭州。谢谢4位老师，祝你们幸福啊！